今天继续要来追的就是中日冲突，双方谈判谈出了什么呢？三个字：谈崩了。看看这段画面，央视播放的画面，你就知道中国的谈判代表手插口袋，面无表情。这是像一个送客该有的样子吗？这哪里是外交使节？这是上对下，这摆明是示威耶！但你以为日本会退吗？日向高市早苗，他不是吃素的，准备对中国最痛的地方下刀，他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了。对比当年安倍参拜之后引发的中日紧张，你会知道这位女安倍恐怕只会更狠、更直接、更不甩北京。今天旺哲告诉我们，12月26号，如果他真的去参拜靖国神社，也正好是当年安倍参拜的那一天，故意挑的哦。这扎扎实实回击的剧本，会不会才是中日冲突火山爆发全面开始的时刻？这几天大家可以观察得到，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张了。现在中国呢制出了一连串的制裁，连那个水产品都要禁止从日本进口到中国去，这是最新消息。那昨天呢发生一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要睁大眼睛看这个画面。你要知道，昨天的日本的外务省的亚洲大洋洲的局长金井正章跟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亚洲司的司长刘劲松进行会面之后呢，两人走出来，这个画面让人觉得说，日本是不是被穿小鞋了？导播，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你看到这个刘劲松手插口袋的，这是中国代表，手插口袋，这个眼神，这日本代表，这中国代表。你往近一看，这个表情，这个姿态，像是双方平等的外交谈判该有的礼数，没有媒体怎么解读？蛮横、无理、嚣张、跋扈啊！这超级像黑社会大哥在看小弟的感觉。你看手插口袋用鼻孔来瞪人的感觉。那你看旁边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官员，他其实是不断的点头，但是他点头其实是为了听旁边的翻译。可这段画面经过央视直接看起来是有意要给他播出放，我就是要洗脸你，我故意的，我就是无理，他就是要播出来，让所有的中国民众看了觉得很爽。但问题是看得出来这件事情在中日关系上面没有任何降温的感觉，而且徒增柴火。所以现场应该就是谈崩了。俊阳哥，这个会议当然是谈崩嘛。你看日本那个金井正章，他的脸色非常的铁青。到机场之后呢，记者问他说：“你们谈得怎么样？”他一语不发。那回过头来，记者跑去问了这个刘劲松，到底你们里面情况怎么样？他那个眼神其实有告诉了大家一切，说当然不满意嘛。导播来看这张图，这个就是刘劲松用这个眼神一样，是从头到尾睥睨上对下去看，他告诉我们。闭门的会议，双方如何剑拔弩张吗？所以现在显然中国在打一个舆论战，透过这个画面告诉大家说，现在中国是不退了，我们是站得住脚，甚至还鄙视日本的感觉。那问题来了，现在中日两方包括民间、包括官方，看起来已经吵成一团了。看起来中国很派，有没有？日本比你更派。我们看两张图就知道。新华社呢，昨天突然在他日语的账号抛出了一张暗讽高市早苗军国主义的这些复辟的这张图，高市早苗站在一个镜子前面，镜子里面的人像居然是高市早苗穿着军服的样子。好，你 po 这个照片，日本网友当然不会服气他比你更派。这个不是小粉红在那边哭手，这是新华社是，所以日本官方的喉舌。换句话说，这个就代表北京的立场非常的不爽。没错，谈崩了之后呢，让现实的高市早苗去看。军国主义复辟的高市早苗告诉他们：“你要硬干是不是？好，我就撩拨仇日的情绪，复制2012，看谁吃得消。”所以日本网友也很炸锅，他在下面的留言呢，直接抛出了一张习近平站在镜子前面，结果呢，镜子里面是个小熊维尼的照片，来反讽中国。你说好，你说我们军国主义复辟那你们习大大站在这个镜子前面，你们变成了小熊维尼去反杀。俊阳哥最有趣来了。这张照片下面是点了4600个赞那高市早苗这边呢只有2000个赞，所以呢等于新华社被日本网友反杀了。中日冲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身影特别这几天被热烈讨论着，就是有着混血脸孔、身材极为高挑的这一位他们的大臣。他如何展现了阁员的强悍呢？这位小野田最近突然开炮了，他开炮说，中国动不动就拿经济来当武器，因为我刚刚讲，现在中国又祭出说，我要制裁日本的水产进口到
中国来。那现在呢，这个日本的经济安全大臣小野田他也不满了，直接开炮啊，炮轰中国说你根本拿经济来当做武器嘛。那他后来被记者问他说，因为他里面是担当内阁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大家问他说，那你这个是内阁的立场还是你个人的立场？后来他有点缓颊说，这个是他个人的想法，但是不要忘记啊。他是高市早苗的爱将啊，他是日本跟美国的混血儿，也当过老师。那很多的日本年轻人非常喜欢他，光是他的社群软体就有70万人追踪哦。所以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日本年轻人相对中国政府也相当不满。所以看得出来，小野田也希望说，我借着这些年轻人底气，我向中国政府表达抗议。垫高自己这种感觉，这就是说明为什么在中日这一波冲突，高市早苗他的民调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快要破70%了。后面民意撑着他，我刚提到了12月26号，大家记住这一天，为什么？现在传出了高市早苗特别挑了这一天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啊！你要知道，现在中国铺天盖地的压力压到高市早苗身上，但是高市早苗，我跟你讲，他也没在怕，而且他还反杀，他想干嘛？直接踩中国最痛的痛点，什么？靖国神社，他传出说12月26号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哇！消息一出来，中国网友又炸锅了，你知道吗？可能中国官方也炸锅了，但是他为什么特别挑12月26号这一天？对，是有故事的。为什么要挑这一天？你要知道，当时啊，其实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他的这个师傅，他是师承安倍晋三的。安倍晋三呢，在第2次执政的时候呢满1年之后呢，他也是挑12月26号去参拜靖国神社，所以呢，高市早苗12月26号这一天去参拜呢，其实也颇有向他师父致敬的一个意味。那你要知道，自从安倍晋三呢，他在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呢，日本已经整整12年没有现任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美国，因为当时安倍晋三办了靖国神社之后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是有出来反对，他认为说，我看到这个安倍晋三这样做，我觉得非常失望，所以当时是有美方的压力，所以12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现任首相去参访过、去拜过靖国神社。所以听到这个地方，你几乎可以下一个结论了：高市早苗，你不要看她瘦瘦柔弱的女性首相。她可能更剽悍喽，什么女安倍，她比安倍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耶。当然你要知道，当时安倍晋三呢，因为参拜这个靖国神社的时候，当然也引发中国的不满。中国当时啊，他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呢，就直接发表谈话，表达抗议。他当时的层级是哪里？是副总理级的官员他当时发表谈话抗议，而且当时大家不要忘记，他当时还有刻意做个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呢？因为过去你只要是副总理层级，在谈到日本首相的时候呢，安倍晋三后面都会接首相，或是你把首相安倍晋三。但是当时杨洁篪他刻意不讲首相，他直接讲安倍晋三，把你矮化下去，连你抬头都不用讲了那当时你要知道，中国透过各地的驻外人员联合在当地的媒体登上报纸，发新闻谴责安倍晋三，一共有32个大使密集在批安倍所以可以看出来，当时安倍的压力也非常大。那当时因为中方也希望说，那这样子我提出3个条件，让安倍在9月3号93阅兵的时候能够来访中国大陆。他开出什么条件呢？包括第一个，遵循中日之间的4个政治文件，还包括恪守要春山谈话精神。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有在理你吗？安倍本来在讲，所以安倍最后就没有去中国大陆访问了。我宁可不去，我就是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怎么样？够硬了。可是我刚讲回来了，高市早苗，我们讲的女安倍，恐怕是有过之无不及啊。没错，你要知道，高市早苗他是师承安倍晋三。如果安倍晋三都这么硬的情况之下呢，现在又没有美方发生的情形之下呢，那个高市早苗会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看得出来，这一场势在必行。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在中日冲突逐日升温的此刻，美国这个动作大家参不透了，他居然把原本驻扎在日本的提丰中程飞弹撤走，他不挺日本了吗？错，刚好跟我们想的相反，美军敢撤飞弹是因为日本已经强到能够守第一线啦。高市早苗一番话引起了中日外交生的轩然大波。那现在有人就发现说，因为之前美国跟日本
在合作军演的时候呢，本来一直传出来说提风飞弹系统，好这样的一个号称能够防御的这个来袭的飞弹的这个防御系统啊，就要部署在这个日本。可是呢，现在就传出来，美国跟日本在演习结束之后，原定9月10号演习结束，他就要留在那边，放在那边2个月都没撤走。可是，在高市的事情发生之后呢，你看到美国总统不管是川普或者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都没有出来对这件事情发表评论，然后。却突然在1个礼拜事情发生之后，美国就把提风飞弹撤走了。敏感的人就会闻到，美国你怎么不挺一下高市？而且1个礼拜之后就把提风飞弹这个中程飞弹系统撤走，你是不挺高市，不挺日本，说了回去怕了中国了吗？你就丢了现在一连超过1个星期，老共在黄海的实弹军演，对，正在军演。结果你把他的这个叫做防护罩、金钟罩给拿走了，你怎么可以不挺高市呢？而且俊孝，我告诉你哦，刚刚讲的这个系统，你如果把日本放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就是在部署原来的这个延国基地。延国基地是在日本的这个本州岛的中间的这个最南端，它距离北韩平壤1030公里。距离北京1600公里，距离上海也差不多是1600公里。那台湾也在它的这个范围当中，但是呢，你想想看，日本如果针对朝鲜半岛的北韩跟中国的话，这全部都在射程范围内。是，而且你要知道，提风系统它可以在陆基的平台，也就是陆地上部署的时候，它可以用原来发射在装在船舰上的这个标准6型防空飞弹，也可以装在这个。一般也是军舰或者是军机上的载台的，它在陆射也可以建设，是，所以它的射程可以到1600公里上下，也可以到400-500公里、600-700公里都可以，所以它的弹性 range 很大。你这个时候把提风飞弹撤走了，难免会让局外人想象空间太大了。那提风撤走了，日本还剩下什么呢？那我就告诉大家，你以为美国把提风撤走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美国可能把这样的一个实力早就交给日本，日本他自己就会了，自己就已经可以建立起来了。比如说日本防卫省的这个防卫装备厅，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国防部军备局啦，它的英文简称叫 ATLA， 他就宣布说，他在这个其实他这些有些科技是美国帮助之下，他们研发成功的极音速滑翔弹，他们有一种叫做岛屿防卫用极音速飞弹，或叫极音速滑翔弹。这款飞弹有多厉害？它这个 HGPV 哦，它的一个这个防空飞这样的一个极音速飞弹，一般来说它可以这个射程远，然后它又可以这个射速快，然后还有它可以变轨，它的这个变轨的时候特别快，你让各种的号称防御系统啊，可能不容易拦截到它的轨迹。所以说穿了，提风会撤是因为日本有更强的，对，它要速度有速度，要打远它有打远，它还能变轨，你拦都拦不到。因为我刚刚讲巡弋跟这个标六，你一下子有射程的限制，要不然就是有这个速度的限制。是，所以现在你有了它，要装备2个，一个在北海道冷的冰天雪地的地方，一个在九州日本的最南端。是，你 Block 1跟 Block 2这2种型号，一个可以几百公里，这不就跟这个 ASN 标6一样，一个可以到2-3千公里，这个还超过巡弋飞弹，打更远。所以在北部不在北海道，我盯着俄罗斯；对，放在九州，我盯着共军，共军也盯着北韩。是，所以它2种都有了。美国当然就觉得，日本可以，而且不止哦。日本的现在传出来，它的金刚级护卫舰其实就是日本版的神盾啊，就像美国的这个提康德罗加级啊，这一些的这个神盾舰一样。是。那日本在金刚级护卫舰鸟海号起航到美国，为什么呢？它这个时候要改装，改装什么？升级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的能力。所以你想想看，它现在连军舰建设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都有了，那自然而然，美国为什么要放在延国基地？它让日本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能力，不就能够让北边的俄罗斯跟中间的北韩和南边的这个中国有如这个芒刺在背？再来，日本的这个航空自卫队，他们的这个军机啊，跟美军的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联合进行演训啊。那你要看到这没什么啊，不就是美日常常演训，我们都看到不一样，内行看热闹，外行的看门道。那我就带大家这个观众朋友们来看看报新闻。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今天日本航空自卫队跟美军的 B-1B 枪骑兵这个战略轰炸机联手，你不要忘记哦 ，B-1B 它是部分的机身可以逆冲，然后而且它是飞弹卡车对，它内置34吨的炸弹，外挂27吨的武器，真的是炸弹卡车。而且你要知道，它可以在飞行的时候，甚至可以做到
掠地表飞行，它可以欺瞒了一些防空飞弹系统的雷达，所以这等于是北韩和中国领导人他们心头上的一根刺。它模拟这个斩首轰炸任务都常常是 B1B， 而且它可以针对碉堡发射碉堡可信的炸弹，然后可以针对地下的掩体、地下的防空设施。所以对于北京、中南海而言，对于这个平壤当局而言，都是认为这个 B1B 一听到这个敏感神经就跳起来。所以现在美军跟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做这样的联合演习，不是就是要赋予他这个能力，也让他们知道美国根本从头到尾没有撤走。这个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这次反应出其空前的大，一句台海有事、日本有事跳起来了，自卫队还没解封印就强成这样了。好啦，接下来你看到另外一个更让人眼珠子都掉下来的，美国智库居然提出了一个建议。就让台湾的运补的这些油气能源船舰挂上美国国旗，由美国来保护它。哇，这件事情是不是告诉我们台海局势很难置身事外，而台湾没事正是美日共同最高的战略方针呢？是的，不管美国的部署如何，不管高市讲的什么发言，我们都要知道这两个国家，美国跟日本，它的中心的主旨都事关台湾。也就是说，台湾就是要护到底，护下去就对了。不信带大家看看美国的2025年年度国会报告，他们在这个报告里面接触到一个很明确的原则：中国的军事建设已经进入了战时状态。那进入战时状态之后，它有3个潜在的犯台时机，也就是说，一旦台海有事，万一这个发生战争的话，中国解放军入侵台湾的时间点分别是2027年、还有2035年以及2049年。这3个年份呢，一般来说，2027年北京曾经表示说，这个2027年它需要具有这个解放军有攻海渡台能够犯台的能力，所以一般美方和这个军事专家也都认为，2027年其实是一个准备年，也不是说2027年我们就轻忽喽，而是说2027年比较2035、2045跟2049这2个年份比较有可能，因为2035年北京曾经表示要基本完成国防与军队现代化之外，并且建成一条连接台湾跟中国本土的高铁路线，也就是说能够让北京直达台湾的高铁。所以，因此他们研判2035年比较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讲到了渡海、清台，如果2035最快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海上运补生命线成了现在美国华府智库盯住的重中之重了。是，所以美国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它也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对台湾能源命脉的胁迫》这样一份兵推报告。里面兵推报告也特别强调说，美国海军应该要预做准备。什么准备呢？就是为了台湾开往台湾的所有的这个能源商船啊，可能要去换挂美国的国旗哦。然后才可以执行这样的一个护航任务。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现在的能源大部分不是电力都压注在火力发电上面吗？那火力发电上面你就很需要这些液化天然气，尤其是你跟美国买的那么多天然气。所以报告里面其实也有另外提到，希望台湾政府要重视美方的声音。所以美方也希望台湾要重启核能啊，你核能你才会当遭遇封锁的时候，你能够撑到美国跟日本来驰援啊。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在美日两国的最高战略底牌跟方针就是什么？台海不能有事。另外一个证明在这个地方，美军默许了南韩去打造核子潜舰。他说这个潜舰不是可以拿来对付金小胖的，要你拿来抗中的。对，当韩国政府提出来要求说，希望美国能够让韩国制造核潜舰，或者是卖给韩国核潜艇的时候，美国也欣然同意，川普居然同意了，所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上将他就有公开说啊，这是要用来因应中国迅速扩张的海上力量，而不是只有限于首尔所限定的北韩和这个威慑。所以你就看到驻韩美军司令就跟大家讲，你把这个韩国朝鲜半岛地图倒过来看，它就是一个中间的位置哦。然后呢，你把这个东亚地图这样子看，你就可以发现不同的角度，发现说韩国到日本，韩国到菲律宾，韩国到了这个台湾，尤其是菲律宾跟日本。韩国这三角形并不是各自孤立的三边关系或双边关系，而是一个彼此能够相连的网络。最重要的是，朝鲜半岛具有可及性、可达性，兵力很快的可以到，而且有影响力的战略组成。也就是其实不管美国、日本、韩国，还有这个东亚的这个同盟，可以把中国包在这里，把台湾保护到底。观众朋友，2025这一年车市很拼哦。最后年终压轴前要来拼出年销40万能不能达标？果然你看到了，年底之前国产车的宙死战已经开打了。SUV 的始祖福特
终于出大绝。为什么讲终于？你没看 Kuga Escape 曾经叱咤全台，谁敢不服？结果呢？过去这3年，除了面临着 Toyota、Honda 的竞争，还有 MG 的侧面暗砍，如今终于推出了新款的油电车，要绝地反攻。过去这3年来，价格破坏王 MG 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化罪跟当，而福特又要如何掀起年底最终回的国产车的殊死战呢？没有错，俊阳哥，其实再剩不到1个月左右，马上就是台北的国际车展要到了。所以在这车展之前，大家要催买气，要催出40万辆的目标嘛。各大车厂都开始端出压箱宝来了，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和泰啊，马上不是就推出了这个 Corolla Cross 跟 Altis 2大神车改款。30也睽违很久，这个 X-Force 啊，马上就要在年底上市了。那包含说 MG 啊、现代啊，其实也都有新车。可是讨论度最高的就是俊强哥刚刚提到的 Ford 的这个 Territory 啊，最近真的是话题爆炸。为什么呢？因为它昨天才刚刚亮相哦，大家说啊，哇，这个是福特非常少见的集聚，因为它是这个中型 SUV 就算了，这一次甚至是还有油电版本的。等于说啊，对这个小家庭来说，其实非常省油。你看它每公升的这个油耗，其实可以跑到了这个20公里，其实表现算是非常好。再来第2点非常厉害的是说，这种中型 SUV 大家买的。当然就是要空间要够大嘛。对，以后排来说，你要坐的舒适啊，它这个后排我看过，其实一般的这个后排的部分啊，你中间那个人其实坐的是非常不舒服的，脚都要稍微弯着的。但是这一台车它是做全平整化的，所以不管是乘坐啊，或者是说你进出，其实都是非常方便。那第3个点就是我觉得这个CP 值最高的，怎么说？你看啊，它这个真的是国产车当成豪华车在做，因为包含呢，你看他提到说啊，不只有这个脚踢尾门、全景天窗、电动座椅。甚至啊，最厉害的是，它手机可以直接当钥匙来用。他说，它这个规格已经超过这个同级市值超过50万元了，但是一台车只卖101万而已，非常香。年底来势汹汹，就在台北车展之前横空出世，所以这款 Territory 它这个时候上市，它打到谁？这一个价格区间切出去，直接竞争的对手，谁该瑟瑟发抖？没有错，大家说这个 Toyota 的 RAV4 还有这个 CR-V 啊，真的是该紧张了。为什么？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这100万，非常香。为什么呢？这 RAV4 其实现在经销商已经有这个非官方的讯息传出来啦，说明年3月可能就会有新一代的 RAV4 出现在这个展间里面。但是啊，海外大家讨论度很高，是说海外价格都涨了，台湾有可能不涨吗？好，这经销商也传出消息哦，涨幅应该会到1成左右。所以算一算，买新的这 RAV4 呢，未来价格顶规可能要逼近140万左右。那你说 CR-V 怎么比呢 ？CR-V 它其实现在看到这3款啊，全部都是所谓的纯油车。我这是油电的才卖100万，你纯油车一台就要127万了，整个竞争力完全就是差了好大一截嘛。好，除了是双田要对决之外，我们来看到 Territory 它这一次上市的，刚开场我跟大家先埋了一个伏笔，其实真正冲着谁来？冲着 MG 而来。过去这3年 ，MG 这款车子几乎它就是一个最强势的价格破坏者。福特挨了几年的闷棍，这一次绝地反攻。MG 吃素的嘛，它怎么迎战？MG 被称作是这个车市的大黑马，尤其他是不只是中年人，甚至说这个年轻一辈的也非常喜欢 MG 这台车，因为你看它的设计啊，其实做得非常运动化，非常年轻，尤其呢最关键就是俊昌哥刚刚提到的 CP 值，对，修个短袜嘛，对，所以它才会在你看2022年的时候夏季才上市哦，结果才半年的时间，7月成立而已。半年就挂牌了1280台，隔年第1季更直接爆卖2000多台，等于说整个2023上半年呢卖了5000多台，当时是在这个汽车界投下震撼弹啦，怪兽等级的，怎么这么会卖啊？对你当然把这个价钱摊开来一比就知道啊。我们以2023年来看啊，这台车上市的时候来看，如果是同车格的啊，像是这个 Toyota 的 RAV4，还有这刚刚我们提到 CR-V 跟酷咖来说啦，这大概都要破100万以上。可是你看我们刚刚讲这个 MG， 它最便宜，你只要91万就可以买到这一台车。对啊，所以这等于竞争力完全差很大，才会直接就荣获了这个最佳国产中型的 SUV 的殊荣啊。那我问你哦，MG 横空出世，杀遍天下无敌手，最后就是杀到没朋友，所有其他各大车厂就围剿它。我们再来要谈到的就是国产自制率的问题，这个新制度说摆明了就是冲着你 MG 来的。对，我就问这件事情对他有没有伤，还是他根本片叶不沾身啊？
好，没有错。我们看这个图啊，其实真的非常夸张。大家说这 MG 是一夕之间变天呐、之前我们刚刚讲的时候，大家还是在排队等交车，结果呢，在这个国产这个在地供应链的这个国产新制出来之后啊，要求说你第一年就要有15%的自制率，到第3年要到35%。所以呢，你看啊，7月的时候说8月要实施，结果这 MG 的销量马上是腰斩再腰斩，只剩下500多台啊，这个跟过去比呢是少了1/3左右的水准呐、所以大家说哇，这个 MG 瞬间大销风该怎么办呢？这个执行长严惩历连也是赶快直接的下令说，我们就要全力的来加速国产化的比率，甚至说这个裕隆在国内造车也非常久了嘛，马上连应这个供应商供应链说，赶快来加速供应，让我们可以提升这自制率，车子要赶快卖出去。所以特别看到了8月、9月，一个8月打到你以为骨折没有，9月立刻就开始往上弹了。我就问，接下来这个势头有多强劲呢？没有错，尤其你看 MG， 我们不是马上看到，它马上就是看到我们这个汽车市场啊比较空缺的这个7人座 MPV 推新车了，而且它这个是真7人座，不是第3排用那种折叠的啊，只有小小孩能坐，它是真的可以坐人的7人座的这个 MPV 啊。然后大家说啊，这个价格其实压到也只要100万内，等于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香，所以马上反映在了这个销量上，光是1个月就卖了343台的新车。那你说该紧张的是跟它一样啦，差不多时期推出新车，现代的这一个 Casting 也是这个7人座的 MPV。那我觉得这台车其实也还不错啦，它其实主打就是说，虽然车子大，可是动力非常的强悍。但是啊，这个价格直接拉到了150万以上的级距，跟这个一比之下，马上有落差。那销量当然就直接也输人家，稍微输了一点啦，只有卖到323台左右。我们就讲回 SUV 的始祖福特，他当时有多狂？我只记得一个画面，勾勒一下，大家立刻就回来那个记忆了。他居然把 Escape 开上了大楼的那个围墙，有没有？哇，这个实在太狂了。所以这样看他当时他如何成功镀金行销呢？没有错，就像哥刚刚讲的这个 Escape 这台车啊，你可能没开过，但你肯定也坐过，没坐过路上也是满街跑嘛。对，尤其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其实家里开的就是这个 Escape 啊，是当时是多红啊，是一台国民神车。那它怎么红的呢？就像君相哥你刚刚说的，它有够夸张啊，竟然就在这个台北的金融中心门口，把他们的车子就直接悬吊在这个顶楼的外墙。那更夸张的是说，它这个其实做的非常厉害，它连这个外墙还有这个轮胎的压纹啊，就是要跟你说，我这台车性能非常好，就是直接给你这样子开到顶楼去。这个是扎扎实。导播，我们回来看这个图，这个是它的阳台围墙，这个应该是20几层楼高的一个大楼，它真的这是真的车哦，这不是模型哦，直接挂在上面哦。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还有轮痕，就在这个墙壁上哦，就是要强调说性能非常厉害。可是呢，这个一挂了9天啊，一堆人跑去拍照啊，上了各大新闻版面，马上就被这个台北市政府说了，这个有公安疑虑，树大招风。对啊，要求你赶快下架，不能挂在上面。可是话题性十足我的天哪。对，而且你看这个福特，它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好啊，你叫我下，没办法，我必须下嘛。但是他马上就在这个他们总部的这个大楼给你挂了一个这个布条啊，写什么？上面就直接写说啊，小马这个订到了他们第1000台的 Escape， 因为当时的这个台北市长是马英九啦，是那1000台也顺便炫耀说啊，9天我就卖了1000台，你能拿我怎么样呢？对啊，所以这样前后看起来哦，你看哦，他只花了300万台币的预算，没找什么艺人，但是就马上创造出价值1000万台币的媒体曝光，而且车子卖爆了，每一年都连续3年啦，是蝉联这个市占第1。所以你看到这个行销，先把它拱上顶楼，让你看到创造争议话题，然后再借力使力，这么厉害啊！没有错，而且他甚至啊很会创造话题，当时还直接找这个王牌投手王建民来帮这台车给镀金。王建民当时呢在这个美国非常红嘛，他在大联盟连续拿下了19胜，那他们就跟他谈合作说啊，你回台湾，我这一台 Escape 哦，这个是拿过这个拉力赛冠军的 Escape，就给你当这个你在台湾的座驾。对，后来这台车他们又拿去拍卖。卖出了2倍的价值，卖出了170万。国产车拍出了进口车的行情，对啊。后来他们把这170万拿去做公益，是等于说不止销量也赚到了，企业形象也一次赚到了。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
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